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ET Love 女侠小爱的频道。下面请把你的心脏拿出来，放在这个天平的托盘上。如果你的心脏比另外一边托盘上的羽毛重，你的心脏就会马上被怪兽吃掉，然后你就会 game over， 彻底的消失。这是不是很恐怖？感觉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生还的可能啊！宝贝们，这就是明确记录在古埃及亡灵书里面的桥段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必须通过这一关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硬着头皮也要上哦。但是也有破解的方法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永生，以后在天堂极乐世界过上永远幸福圆满的生活。Book of the Dead， 亡灵书，也叫做死者之书、死亡之书，主要在公元前1550年到公元前50年间的新王国时期盛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充满文字和插画的咒语集，主要用于葬礼中和死后的场景，需要从左向右读哦，就像在看漫画书一样。它是古埃及人死后在阴间行走的攻略和指南全书，里边的咒语 Magic Spells 是可以用来保护亡灵和指引他们在阴间打怪升级的，据说随时可以让你战斗力爆表哦。而这个名字是后来普鲁士埃及学家、语言学家和现代考古学家卡尔·理查德·莱普修斯给起的。一开始是德文名称，后来翻译成英文就是 Book of the Dead。他还给里边的每个咒语都安排上了编号系统，这些编号后来一直被沿用至今。小爱感觉这个名字起得比较消极，这也不算死透了吧？毕竟还有不灭的灵魂存在着嘛。而且人家古埃及人原本给他起的名字是 Book of the Coming Forth by Day， 来日之书，又或是 Book of the Emerging Forth into the Light， 通往光明之书。因为古埃及人认为死亡不是坏事哦，只是一个 transit， 是一个涅槃的过程。他们坚信只要你生前准备的充分，就完全可以到达彼岸永生，去天堂享福哦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亡灵书只不过是金字塔文、棺材文的一部分，刻在墓室墙壁、棺椁内外，还有一些物品上，比如罐子、枕头和包木乃伊的亚麻布寿衣，最初也只有法老可以拥有哦。因为当时普遍的认为法老死后会重新变回神，和神圣父亲太阳神拉重聚，所以只有法老可以永生。后来慢慢的，亡灵书被用圣书体写在缩草纸卷轴上，官员、祭司、书记员直到平头老百姓，只要有财力都可以给自己置办一份，下葬时就放在人形棺里边。亡灵书需要根据每个人的生平量身定做，所以每一份亡灵书都是独一无二的哦。起初制作时确实很自由，没有规则，没有标准，宽度从15厘米到45厘米不等，最短的1米，最长的有40米。直到第26王朝的萨伊特时期开始，才有了明确的次序，也就是才有了制作亡灵书的标准。因为遗留下来的版本太多了，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自己是正版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就看制作最精良、最完美的例子 Papyrus of Ani。 这个最精美的亡灵书却不属于任何一个法老，而是属于一个叫做阿尼的 scribe 书记员的，是于1888年在卢克索发现，后来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用150英镑的价格购买获得。因为书记员工匠给自己的死亡之书墓穴做的是最完美的，给别人包括给法老做，只要差不多能在 deadline 之前交工就好。原来古埃及人也喜欢摸鱼啊。
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详细解释了木乃伊的制作过程，其中就加上了亡灵书中防止尸体心脏腐败的咒语。但这才是刚刚开始啊！亡灵书上继续记载，木乃伊会被在葬礼中送到墓穴，在墓室门口进行开嘴仪式，这样的木乃伊就恢复了五感，可以看见、听见、闻到，有语言能力，也可以重新品尝到美食。然后众人会封闭墓室，因为墓穴常被古埃及人看作是城市与冥界的分界线。此时灵魂就会从身体离开，接下来的路就要一个人走了。那么这集我们就跟着阿尼和他一起走进阴间 Duat， 来看看死后审判是怎么回事。话说阴间是一个巨大的深渊，阿尼走着走着就遇到了一些妖魔鬼怪，有鳄鱼，有蛇，还有随时可能吃掉你灵魂的毁灭者神阿帕，感觉和《西游记》取经一样，各色的妖精都有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，不要慌，他们也不一定是恶魔，只不过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自己的工作罢了。这时候只要拿出死亡之书，读出上边挺长的咒语，魔法护身符，妖魔就会被顺利击退，就可以保护自己。这不难吧？顺利通过第一关，让阿尼顿时有了很多信心。我们的阿尼继续向前走，就走到了42位评审官的审判大厅这里。他们是古埃及较次要的神，是代表着真理、正义和和谐的女神 Ma'at 安排过来对亡灵进行审判的。阿尼首先要记住自己是谁，什么名字，然后具体陈述自己的生平，都做过什么事情，就是给自己的一生做个自我介绍，说明自己的一生是正义无罪的。然后需要准确说出在座每一位神的名字和他们主要的职责。宝贝们一定在想，这谁记得住啊？这么多的信息。没关系，还好阴间可以开卷考试，这些信息早就全部清楚地记录在亡灵书上。还有其他咒语可以帮助阿尼时刻保持思路清晰，所以对他来说这一关也洒洒水咯。接下来因为每一位评审官都会负责审判一项罪名，所以阿尼就需要做42个 negative confession 无罪的宣言，就是在每位神面前说出我没有犯这个罪哦。这是对古埃及人传统道德的规范和对日常道德的神圣执行。这个亡灵书上也有准备，阿尼照着说出就好。但是这个道德规范标准也太高了吧？比如我没有撒谎，谁这辈子还没撒过个谎呢？还有我没有忧郁，欧米伽，又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得忧郁症的，社会压力多大呀？谁还没有个心理问题呢？还有对 LGBT 人士非常不友好的，我没有与男人同眠，显然当时社会不包容。还不能有偷听邻居吵架，以及不能有在尼罗河洗脚的经历。最后竟然连发火、不耐烦也能导致你不能永生。天哪，这还让人活吗？看过7宗罪，没想到古埃及竟然有42宗罪，怎么越看越像阿尼生前做过的42条？还好阿尼准备充分，他随身携带着屎壳郎不是圣甲虫。大家如果看过我上集影片就知道，有一个圣甲虫像被放置在木乃伊心脏的位置，这就厉害了。因为在古埃及人看来，心脏中存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思想、记忆和感觉，是灵魂所在哦。但是心脏似乎是不属于这个躯体，它非常的诚实，会时问时答，有一说一。这时
是因为圣甲虫背面雕刻着咒语，所以它可以有效地抑制住心脏，不要说出傻话，还有不利的证词来出卖阿尼。这样阿尼就可以自信大胆，脸不改色，心不跳地说出自己完全没有这42个罪过哦。就这样，他所有有罪的行为都被抹平，就好像从没发生一样。大人们每个都非常满意，放行。只有这样，阿尼就又过了一关。可是这本身不就是说谎吗？据说这42条就是基督教后来实践的雏形，连摩西和最早的基督教牧师就是古埃及人呐。所以古埃及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和犹太教，就连塔木德里边也有这些纪律的影子。和42位神亲切告别后，阿尼继续走，就走到了2个真相大厅。这里排着长长的队，队的尽头是阿努比斯和一个大天平。亡灵们需要把自己的心脏放在天平一边的托盘，另一边竟然放着真理女神玛阿特头顶上的鸵鸟羽毛，这不是害人吗？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心脏比羽毛重啊。这个场景就是亡灵书最出名的咒语125号里所描绘的。但是古埃及阴间的设定是，这不是一般的羽毛哦，通常被插在真理女神的头顶。这个羽毛就是她的化身，代表着真理和正义。如果你很善良，心地好，德行高，没干过坏事，是无罪的，你的心脏就会和羽毛一样轻哦。前边好几个亡灵心脏比羽毛重，阿努比斯竟然一把抓过他们的心脏，丢给旁边等待的阿密特。这个阿密特是鳄鱼头、豹的上半身、河马的下半身的怪物，长得好奇怪哦。被他吃掉心脏就会第2次死亡，直接永远消失了。看到这里，阿尼不禁的花朵一紧，这一轮一定不能输，对自己说：“我行的。”只见他走到阿努比斯面前，郑重地献上自己的心脏，然后看了一眼死亡之书，在心中默默念起了31号咒语。奇迹出现了，阿尼的心脏开始慢慢地变轻，最后变得和羽毛一样轻。他的心脏被认定为纯洁，这时大家都很满意。然后阿努比斯或者赫鲁斯就会把阿尼带到冥神欧西里斯面前。欧西里斯一看程序文件都在，没问题，就给阿尼一个大大的批准。125号咒语的这张图是埃及的名画，但是仔细分析下来，人物关系也确实有点魔幻。比如欧西里斯是冥神，后边站的2位是他的太太伊西斯和妹妹弟妹奈佛蒂斯。奈佛蒂斯仰慕欧西里斯，并且和他私通，生下了阿努比斯。不过也没关系啦，古埃及的神本来就是一家人嘛，这里就不管了。反正我们的阿尼通过了审判，他欣喜若狂，接着就通过了欧西里斯守卫的阿入之门，顺利的到达了永生之地阿入芦苇园。我们恭喜阿尼。如果宝贝们想知道自己的心脏是轻还是重，我会在节目的最后透露一个简单的方法哦。永生之地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完美理想版本，有田地、作物、牛、人和水稻，这里没有痛苦、哀伤。阿尼还见到了他死了很久的父母、亲人和最爱的宠物。他在亡灵书里边也早就写好了自己想要的永生生活，就是做最好的自己，最年轻、最性感、最完美的一个版本。然后就是每天都要有无限量供应的啤酒，还有无限量供应的面包、烤鸭、烤鹅和古埃及的满汉全席。其他的人有写自己想成为一只凤凰，自由的飞翔，有想变成莲花，还有想变成鳄鱼的，就是想怎么72变都可以。还有就是想每天和老婆在 Summer House 度假的，怎么写都可以，唯一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。
基本上就是亡灵书当时怎么写、怎么计划的，永生就是 exactly 怎么样的，神奇吧？但是天堂这里需要每天工作哦，比如耕田、种植、收获丰富的作物，这其实是蛮好的要求，毕竟人闲着会发疯的。但是古埃及的灵魂都不想工作，阿尼也早有准备，他早就制作好了很多 Shapti 放在墓室里边。这些雕刻的小人是克隆的阿尼自己，小人身上也写有咒语，记录在死亡之书第6章节。他们相当于阿尼的奴隶，会帮主人把每天的体力劳动都做好，还没有任何怨言。很多有钱人可能会准备上百个小人，然后这些小人会被分成不同的阶级，有监工，有奴隶。这就相当于在阴间开了公司，自己就可以无所事事的每天吃喝玩乐了。现在宝贝们知道亡灵书的厉害了吧？简直就是一个阴间打怪、愚弄神明的作弊神器。也就是说，天堂这里充满了能买得起亡灵书的人，而不一定都是善良纯洁的人。天哪，连天堂也腐败了。但是也有说法，这么美好的永生，每人每天只有1小时可以享受。据说在夜晚，太阳神拉会化身羊头神，从西向东穿越冥界，并且和前面说的象征破坏、混沌、黑暗的巨蛇形象的阿佩打一仗。对的，你没有听错哦，就是每天打一仗。还好，在祭司和信徒的祈祷下，拉每次都能赢，所以拉这个太阳可以在第2天照常升起。而冥界是由12个地区组成，代表太阳神在穿越它过程中的12个小时。在拉通过的那个小时，阳光会照进这个区域，那么这个地方的灵魂就可以苏醒，来享受永生。在拉走后的时间内，灵魂就会休眠。小爱的理解是，剩下的时间灵魂就在木乃伊里边睡觉。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、这么多精力制作木乃伊的缘故呢？写稿写到这里，小爱顿时感觉，会不会人世间、阴间、天堂是同时平行存在一起的，只不过是不同的维度罢了，不能相通。人死了，振动频率变低，就连接到了阴间。而如果一个灵魂善良、纯洁、无罪，就可以到振动频率很高的天堂。不知道宝贝们，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？这时候肯定有宝贝想问，这么好的东西在哪里可以买到？好问题，咱们现在已知的古埃及咒语总共有192种，它们有各种不同的目的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全部拥有，客户选择适合自己的来复制粘贴就是最好。一般来说，古埃及人先要和祭司或者书记员进行全面的沟通，告诉他们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过了什么样的人生，这样就可以商量着选出配合自己生平最适合自己的那些咒语。这些咒语呢，就是写在亡灵书上的具体内容，然后就要根据自己的 budget 来选择缩草纸材料的等级。有钱的选质量最好的，想控制预算的可以选便宜一些的，还有人买2手的缩草纸来用，都是可以。主要有黑色的泰墨水来写亡灵书的主要内容，红色的赭石墨水来写标题、开头、结尾、重点指示和危险生物的名字，就是起到强调的作用。然后就有很多书记员和艺术家分工协作，一个人做一部分，有人写字，有人画画，每个人完成给自己的部分后，就可以都粘合在一起，做成完整的亡灵书。最后还会在亡灵书上留下空间，让客户写上自己的名字。所以一个亡灵书里边可以看得出有很多不同艺术家的风格哦。
出高价的客户可以要求加入华丽的彩色插图，甚至使用金箔。比较便宜的做法就仅仅包含线条图，或者在开头处有一幅简单的插画而已。我们的阿尼本身就是书记员，自己就是干这个的，还可以没事摸鱼，去看看别人帮自己画的美不美，结果搞到自己拥有了世界上最精美的亡灵书。接着我们来谈价格，一部亡灵书的价格是1个 Deben 的银子。Deben 是当时的称重石，换算过来就相当于一个工匠6个月的薪水。大家可以用当今的基本月薪乘以6倍算一算，结果可以打在评论区。我们都来看看现在在世界各地置办亡灵书需要多少钱呢？一定很有趣哦。最后，现代埃及人还在使用 light-hearted 来形容一个人的善良和纯洁。那么宝贝们想不想知道自己的心重不重呢？啊哈 ，Moment of Truth， 你激不激动，紧不紧张？下面请大家写出自己的名字，华语的写出拼音，英文的写出英文，然后看自己的名字里边有没有字母 E。如果你的名字里边有 E， 恭喜你 ，E 对应的圣书体就是洁白的羽毛，代表着你的心很轻哦，你就可以轻松的通过心脏称重测试。没有的宝贝是不是麻烦大啦？没有啦，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全准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即使有问题，我们也可以去搞一个100%通关的亡灵书嘛。所以人人都有机会永生的。如果大家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我最新的影片，可以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